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自家电脑上用 AI 生成图片。这里我会教大家在 Windows 上安装使用一个叫 Stable Diffusion 的软件。这里说明一下，只有 Stable Diffusion 是开源的，其他的 DALL·E 2、Midjourney 都不是开源的。开源就是把代码和模型都公开，开放给所有人下载并使用。首先，我们必须要有 NVIDIA 的显卡，而且显卡内存不能太低。官网推荐的是至少10GB 的显存，不过我的8GB 显存跑起来也没问题。只要生成的图片不要设置过大就行。AMD 和 Mac 我没弄过，这里就不说了。原则上用 CPU 也可以跑，不过会超级慢，显卡2分钟跑完的 ，CPU 至少半小时以上。其次需要可以连接外网的网络，国外的小伙伴可以跳过。如何用 VPN 连外网，这里就不介绍了。我们用到的软件是一个叫 Stable Diffusion YBUI 的软件，地址放在了下方，上面有英文的介绍如何安装使用。首先我们需要安装 Git 和 Python 两个软件。Git 是用来下载各种开源项目的 ，Python 则是用来跑这个 Stable Diffusion 软件。我们首先来安装 Python， 官网要求的版本是 3.10.6， 下载链接可以在这个软件的介绍页面找到，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下方。找到 3.10.6 版本，下载 Windows Installer 64 比特。记得打勾 add Python to path， 要不然之后无法运行。点击 Install Now 开始安装。安装完后可以按 Close 关闭窗口。接下来我们安装 Git 软件，同样可以在这里找到下载链接。下载 Standalone Installer 64比特 Git for Windows Setup 之后 YBUI 安装的时候需要 Git 来下载安装很多其他的开源项目。一直点击 Next 直到开始安装。安装完后可以取消打勾这个只是打开它的说明文件。Python 和 Git 都安装好后，按右下角搜索，打开 CMD 或者 PowerShell。我个人比较喜欢用 PowerShell。现在检查一下 Python 和 Git 是否安装成功。输入 Python version 按回车，出现 3.10.6 就是安装成功。之后输入 Git version 按回车，出现 Git 版本号就是成功安装。现在可以开始安装 Stable Diffusion YBUI 软件。首先确定好要安装在哪个硬盘哪个目录下面。这个软件本身很大，而且之后下载的模型一个至少也有 4GB。去到你确定好要安装的目录下面，复制文件夹位置，打开 CMD 或者 PowerShell， 输入 CD 空格，连贴复制好的目录，按回车，这样就能去到目录的所在位置。回到 YBUI 的介绍页面，点击右上角绿色的 Code 按键，点击这里复制它的 Get URL。现在回到 PowerShell， 输入 Get Clone 空格，连贴刚才的 URL， 按回车，然后就把整个 YBUI 下载到了刚才的目录下面。进入下载好的 YBUI 的文件夹，找到 YBUI User Bad， 看不到后缀名可以点击查看。勾选显示后缀名，双击打开。第一次打开会安装一堆东西，如果没出错误的话，最后会出现 Running on Local URL。记得不要关闭这个黑色窗口，这个代表软件正在运行。关了等于关掉软件。第一次运行估计也要等上10分钟，网速慢需要更久。我这里出现安装失败，显示 QDA 不可用，用不了 GPU， 估计是我 Windows 是 Server 2019的问题。家里电脑应该可以直接安装 QDA 成功。QDA 是 NVIDIA 显卡跑机器学习的工具包。现在我只能去手动下载 QDA， 这一步大家可以忽略。QDA 下载地址我会放在下方。下载安装也要很长时间，我这里是加速100倍播放。安装好后继续运行 YBUI User Bad， 继续漫长的等待并祈祷不出错。看来又报错了，这次显示找不到 Checkpoint 文件。Checkpoint 文件就是大模型，这里写着已经下载了。现在去他所说的文件夹里看看有没有。在 Stable Diffusion YBUI 目录下的 Models Stable Diffusion 文件夹里，这里是空的，看来没有下载成功。那我们就去手动下载，复制这里的下载地址，打开并下载。下载完后，把文件移动到 Stable Diffusion YBUI Models Stable Diffusion 文件夹下面。现在可以再次运行 YBUI User Bad。当看到 Running on Local URL HTTP 127.0.0.17860。就代表安装成功并成功运行。这时候不要关闭这个窗口，去浏览器输入它这个网址，打开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这就是软件的界面。接下来就可以开始使用了。我这里列出常用的几个地方，现在试试直接点击正位生成图片。同时我们也可以打开刚才的黑色运行框看看运行情况。没有引导关键词的时候，随机生成的图片都很奇怪。接下来就是教大家如何生成网上那些好看的图。首先去 survey.ai.com 找到喜欢的模型，模型有几种分类，左上角有显示。这里先说说 Checkpoint 和 Lola。Checkpoint 是大模型，
下载后可以直接使用，通常几个 GB 大小。LoRa 则是微调模型，需要搭配其他大模型使用，文件大小通常在几十兆到几百兆。我们先试试如何下载使用 Checkpoint 模型。点击右上角蓝色按键下载，右边的小箭头可以选择下载的文件类型，通常有 Safe Tensors 和 Checkpoint 类型。Safe Tensors 是加密过的 ，Checkpoint 则是原本训练时的模型文件。下载完后就把文件移动到 Models Stable Diffusion 目录下。回到软件界面，点击左上角蓝色图片刷新，就可以在左边的下拉菜单选刚下载的模型。如果想生成和模型页面上一样的图片，可以直接去复制它的各项设置。回到 CVTILE 模型页面，找到你喜欢的图，点击右下角的感叹号，就能看到它的设置信息。点击 Copy Generation Data 复制信息，回到 WebUI 界面，在正向提示词的框里粘贴信息。按 Generate 按键下面的小箭头，会把粘贴的信息设置好，接着就可以按 Generate 生成图片。可以看到和原图基本一样，没有完全一样是因为显卡的型号不同、软件版本不同等等影响。现在来试试下载使用 LoRa 模型，看左上角标识，我们选这个 LoRa 模型，点击蓝色按钮下载模型，可以看到值58兆。下载完后，把文件移去 Stable Diffusion Web Models LoRa 目录下，回到 WebUI 界面，点击正面按键下面的人像图标，这里会显示下载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模型。点击这个 Refresh 刷新读取一下模型，然后点击 LoRa 就可以看到刚才下的模型。点击一下就会添加一个关键词，在这项关键词里面，这个作用就是在生成的时候用这个 LoRa 模型微调，后面的数字是表示这个微调力度有多大。譬如说可以设置成 0.7 等等。回到 CVTILE 上面，点击图片右下角问号，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基础模型是这个。这时候我们就要去下载这个模型，通常在 CVTILE 上就能找到。搜索Sunshine显示的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的模型，因为这个模型带有18加的内容，所以需要先注册账号登录，可以直接用邮箱注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登录后18加的图会模糊处理，点击右上角这里可以显示，我这里就不显示了。这是我们要先拖动到下面，找到对应的大模型版本。根据刚才的模型名字，我们知道要下载的是这个版本。点击之后，按右面的 Download 下载，在等下载的时候，我们回到刚才的 LoRa 模型页面，它这里写着同时还需要升到6500 embeddings 和 with MSE 840000 VAE。看来我们选了个特别点的例子，那我们只要先去下载这两个。同样的，先在 CVTILE 找 Awesome 到6500，搜索框输入 Awesome 就能找到。这个属于 Textual Inversion 类型，文件都非常小，这类模型需要重启软件才能安装。关于各种类型的模型介绍和区别，这期视频先不细说，它们其实是用不同的方法训练修改模型。这里我们可以直接下载模型的最新版本，下载完后放到 Stable Diffusion Web Embeddings 目录下。接下来我们要下载它上面说的 VAE， 这个是机器学习中一种叫自编码器的模型，这里先不多解释了。这个我没在 CVTILE 上找到，那就去 Google 搜索，直接打开第一条就是在 Hugging Face 网站里，点击这个 Download 下载，等下载完后放到 Models V 目录下。回到 LoRa 模型页面看看复现这图还有什么要求。这里说这图用的不是官方的自带加载器，还要先下载 Additional Network 的插件。那我们就顺便来说说插件怎么下载。回到 WebUI 界面，点击 Extensions， 在这里点击 Available 查看可以下载的插件，点击 Load From 获取可下载的插件列表。在这里找到叫 Additional Network 的插件，可以按错加 F 来查找关键字 Additional Network， 找到一个叫 CoreaSS Additional Networks Models， 点击右边的 Install 安装，安装完后回到上面点击 Install 显示已经安装的插件，点击 Apply 按 Restart UI 读取插件并重启界面。这里可以看到已经有新的插件了 ，VAE 正好下载好了，我们把它放在 Models V 目录下面。现在去 Settings 里设置刚下载的 VAE， 左侧点击 Stable Diffusion， 在 SD-VAE 下面的下拉菜单选择刚下载的 VAE。如果菜单里没有，可以按右边的蓝色按键刷新。选择完后，回到顶部按 Apply Settings 保存设定。现在重新启动软件，关掉黑色框并重新运行 WebUI User Bar。这里可以看到 VAE 和 Embedding 的模型都加载了，刚才的3.4 Mix 模型也下载好了，放到 Models Stable Diffusion， 点击左上角刷新，然后选择刚下载好的3.4 Mix 模型。现在终于可以开始生成了。回到 CVTILE 页面，复制图片的设置信息，连贴到正向提示词，按在那下方的箭头，拖动到下方，点击 Additional Networks 打开插件面板。刚才忘了重要一步，因为这个不是自带的 LoRa 加载器，所以要回到 Settings， 点击左侧 Additional Networks， 把 LoRa 所在文件夹路径复制在第一栏这里，点击上面黄色的 Apply Settings 保存设定。
点击左上方 TXT2IMG 回到纹身图的页面，回到刚才的 Dixonal Networks 面板，点击下面的 Refresh Models 刷新一下，然后在第一行中间的 Model 一下拉选择我们的 Lava 模型，左上角的 Enable 记得打勾，才能应用这里的模型。在第一行最右边位列来调节模型的权重，模型作者推荐是 0.45 减 0.75， 我这里用 0.7。现在终于可以点击 Generate 生成图片，这里说明一下，生成的图片未经许可不可以做商用，特别人像的都是用真人照片训练的，有些比较有名的模型也会多国语言注明不可发布、不可商用。这里训练出来的图片和原图大致一致，这样就成功了。其实现在都可以直接用官方的 LoRa 加载方法直接加载，大模型也很多都把 VAE 加在里面，不需要额外的下载设置。这次是顺便展示一下插件的安装 ，VAE 加载才完全按他所说来做。今天就到这里，如果安装过程遇到什么问题，可以下方留言，谢谢大家。